嗯，好，那大家好，我是 AI 班刘宇仁。那今天就是再请我们婷宇来就是介绍大家敲碗很久的这个龙虾哈。那他是会做一个就是伪龙虾，然后但是是用我们鼠里面的Google Chat，然后就是教他怎么使用这些 Webhook 工具去跟你的其他的一些就是你要做的一些类似像是 AI agent 的方式去做一些互动啊。那我们这时间交给婷宇，谢谢。好，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说，如果怎么样用署内的 Google Workspace 做一个伪龙虾尝试。然后这重点不是要展示一个就是会真的跑完全部的 AI agent 的，其实一点经验分享这样，就是如果说在公部门有一些机敏资料流程都很重要的一些环境里面不养虾虾的话，是怎么样可以找 AI 帮忙？那不会让它去乱动到我们本来的资料跟可以辅助大家的日常业务进行。好，那就是也是希望透过一个案例来做一些名词的科普，跟大家说明一些观念，就是对于大家的业务，希望可以打开一些想象空间。那既然题目叫伪龙虾，那就是来说为什么是真龙虾这样。那真龙虾其实就是在去年年尾的时候开始有一个养龙虾的风潮嘛，就是大家可能或多或少有听过，就是Open Cloud， 然后到后来有衍生出很多变种龙虾，说 Iron Cloud 啊 Zero Cloud， 后来黄仁勋自己也把它改成一个企业用的 Nemo Cloud。然后还有一个最近大家可能有听过的一个叫 Agent 的Hermes Agent 的 Agent 框架这样子。那其实这些 Agent 其实它就是不只是回答你的问题，而是它可以理解你的语义，你想要做的事情，去规划一些步骤，然后选择工具去做执行。比方说我可能下个指令，请他去帮我去 Momo 买一串卫生纸，然后他就可以自己打开网页进到 Momo 去下单放购物车做结账。那像这样子整个流程，他就是会自己去判断他的目标跟他需要使用到的工具这样。好，那刚刚提到那些 agent 的内容呢，其实就是说他们现在不只是会单独聊天，会自己动手做。那以往的 chatbot 就是比较像是图书馆员，就是他帮你找资料、回答问题。那 agent 的话就是像私人助理、秘书这样子，他会有操作工具完成事情。所以就是 agent 一旦开始接上不同的工具跟手脚的时候，他碰到的资料就会变得很资料的那个样态会变得很多，所以你危险跟风险就会上升很多这样。那我们来解剖一下一般 agent 的那个流程，它其实没有很神秘啊，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像类似这样子一个基本的工作流，它是有一个 agent 的脑袋，就是所谓的 AI 模型，先理解你的语义目标，然后再去拿到对应的工具去处理你的资料，然后执行完之后再回报给你。那我们常看到的一些工具，就比方说像这个有网络搜寻啦，然后去资料库捞资料啦，然后调动一些终端机的工具啦，然后做一些查询等等。那你会看得到它就是它可以有另外一个框架叫做 Harness 就是我们台湾会翻译成驾驭工程啊。那其实这个名字直翻的话，其实是马鞍马具的意思，就是代表了我们可以对它做限制控制、护栏规则啊，然后推论的控制跟审核的标准这样子。所以像Codex 啊、Cloudcode 啊，他们每一家的 AI 厂商，他们出的模型，其实他们身上都有不同的 harness 来做使用，所以每一家出来的结果会不太一样，就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框架的流程设定这样子。那因为现在 agent 也越来越容易安装嘛，那其实网络上很多教学，那就是提醒同仁就是不要太随意跟风，因为很多agent 它其实里面的设定非常之复杂，我们也怕说同仁如果不小心安装在自己的公务机上面使用的话，他可能会不小心把你的资料给删掉。好，然后所以我们是尽量的希望大家是用可控的方式去处理一些工作流程，就是要了解他会接了哪些工具，有哪些权限，会不会直接动到资料呢？还是随意的就会把一些你电脑的个资曝光出去？好，那刚刚有稍微带到了 agent 的概念跟 Harness 的那个驾驭工程概念，然后我接下来是会做一个简单的test bot 的 demo。那这个 test bot 就是我刚刚说我用那个署内的 Google Workspace 去建的。
然后希望可以让大家有点思考的空间的想象这样。然后这个是我可以示范说 TextBot 上工的画面。左边的话就是我在那个 Google Chat 的一个聊天室里面放了一个 TextBot 的机器人应用程式。那我对他说我要明天下午跟研检开会，那他就会帮我判断说，那他可能适合放在哪一个工作清单，然后提供一些相关选项，问我要不要确定是哪一个。然后我说是的话，他就帮我建立任务。那建立任务的话，他会直接在 Google 的 Task， 就是他们有一个待办事项的工具，它可以帮我直接建立了一个与研检开会的任务，然后并且在 Google 的日历帮我建了一个事件。那它其实就是说，它收到我的命令之后，它会在后面调用 Gemini 的 AI 模型来判断我想要对于这个任务去做新增、删除、修改还是更新，然后推荐我相关的语义选项之后，再帮我做这些任务。那这边科普一下，就是应用程式是什么？应用程式是一个可以让人加在聊天室里面互动的 APP。那我刚刚这个案例是它是一个对话机器人，然后这个 APP 其实它会做一些相关的程式的处理。那像我这个案子是它把它送去一个Google App Script。那这个是一个可以在 Google Workspace 上面自己开发的小工具，然后一般其实会需要一些设定在那个 Cloud 的 Console 里面。然后你如果开发出来这应用程式啊，你可以把它设定为个人用，或是特定几个人用，或是组织用。那基本上都会是在疾管署这个网域内。然后呢，你设定好之后呢，只有这些人看得到这个应用程式。好，那你这个应用程式呢，你也要去设定说你希望它可以触及的产品有哪些。比方说，我想要加入 Task 的功能，我想要加入 Gmail 的功能，我想要加入Calendar 的功能，那你就要另外再把它单独打开。那我这边大概纵览一下这个 TextBot 的画面哦。然后 TextBot 是聊天室是作为一个入口嘛，那它可以与这个 agent 做互动。然后我调用了AI 的 LLM 模型来理解语义。那LLM 这边呢，我除了接 Gemini 的 API 之外，我也有另外备选用 OpenAI， 就是因为我现在是使用免费的额度，所以如果有时候额度超过的话，它就会用OpenAI 的 API 来补。然后另外呢，就是程式码的主要的部分就是 Google App Script 去跑，然后里面呢就会调用说，我可能AI 理解完语义回来之后，我可能要对于 Task 跟 Calendar 做哪些事件的新增删除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不是让 AI 直接碰你的资料，是让它先理解你的语义，做一个结构化指令，再去做搜寻跟复合呼叫。那这样子的结构会相对于安全跟受控这样。好，再来是看一些 demo 的画面哦。那像这个是LLM 它会理解我的语义，然后进入这个聊天的画面，它会判断说它是不是在哪一个清单下面去新增。然后我等到我确认完之后，它才会真的帮我成立这个项目。更新的时候呢，它也是会告诉我说你要候选更新的是哪几个项目，然后你可以跟他用1、2、3、4、5的选项去确认，然后查询跟更改状态也都可以达到这样。删除的时候呢，它也会给你一些模糊比对配对，比如说像我这里的案例是我前面有买卫生纸，也有买卫生棉，然后我现在想要删除卫生纸，然后他会问你说，那你的餐的语义是哪一个比较接近，它就会排在那个优先顺序上面，然后你就是依照那个备选的项目去判断你想要删除哪一个。然后再来是我有另外做一条流程，是他每日早上会8点多会推一个通知给我，然后那个通知是他会针对现在目前的待办事项去做个优先顺序的排序，然后并且摘要还有提供一些他的建议给我，就是提醒我可能要准备什么资料，然后要不要带电脑等等的。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透过那个 Webhook 打到聊天室里面。那就是科普一下 Webhook 的概念。Webhook 其实就是一个类似聊天室的一个收件地址，让那个邮差可以把那个信送到那个里面。那
一个聊天室里面，其实你可以增加很多不同的收件地址，所以像是之前我们有做过一个国际疫情旅游的警示的 chat room， 然后它里面其实有做了 CDC 的旅游警示的 API， 就是我们 EIC 那边提供的 API， 那也有做那个美国 CDC 的资料。那美国 CDC 的资料是用爬虫的方式爬完，然后再叫程式整理完推进来的。那这个内容呢，其实就会涵盖说，哪些国家有疫情，然后警示的级数到多少，然后我们再利用 Webhook 这个收件的邮差把它推进来聊天室内。那对比这个旅游警示呢，我这次的这个 TextBot 其实是更多一些步骤。那一条线是刚刚讲的，就是互动，就是我是可以跟 AI 下指令，让它去了解我语义，再做动作。然后这个中间有人类的来回复合。然后第二条线呢，就是延续刚刚类似国际疫情的做法，它是每天排程去抓待办事项，然后再丢给 LLM 去做摘要跟建议，然后也是在透过 Webhook 打回聊天室。那可能大家都会说，那我要怎么去想，去凭空想说有哪些功能是可以加进来这个服务的？那其实就是可以请 AI 帮你看一些你的业务内容，或是你工作上面的操作的系统，就是可能有厂商有提供一些 API 文件啊、规格文件啊，那他们可能会知道说里面有哪些功能跟内容是可以透过 API 的方式打出来的，然后你就可以构思说，那你可能需要调动到什么功能来让 AI 去做使用。那除了 API 之外呢，现在就是 AI 时代有另外一个名词叫 MCP， 可能也有人听过。那 MCP 其实是 API 的一个协议，那它其实好处是很多产品的服务的 API， 它可能临时有新增一些功能，但我们如果程式没有写好，它就会接不上。但 MCP 的概念是，一旦我接上了 MCP， 那它底下 API 新增修改了什么内容，它完全会直接让那个 AI 去做判断。好，然后最后我想要用那个乐高的概念来收尾哦，就是这次的做这个 TextBot 的尝试是一种组装的练习啊，就是 Google Chat 是一个我对话入口，然后 GAS 的这个程式码是我的整个地基，那 Task 的 API、Calendar 的 API 就是上面堆叠的积木，然后再用 Webhook 去做一个通知的水管去传送那个讯息。那 LLM 就是我的大脑啊，它翻译我的语义，去理解我的意思。那人类就是最后human in the loop 的那个安全带，去做刹车，去做判断。那所以我希望给大家一个概念是，也不是说去追市面上什么样子最强的龙虾啊，或是Hermes， 就是当这些外面的 AI 工具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你是要回过头化繁为简去思考说，你有工作上面个人生活上面哪些内容是需要做处理的，然后看懂目前有哪些鸡块、哪些积木、哪些工具可以使用，然后再把它串起来。然后就是让 AI 其实是一个可控、可管、可预期的一个工作流程。好，然后最后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负责打开天马行空的想象，然后我们 AI 班会协助你们落地。然后记得要有 AI 可以分忧解劳这样子。然后欢迎大家盘一下手边的一些业务的困扰来跟我们咨询。还是就是稍微想要设定一下，因为刚才这样没有讲很多细节。完细节话讲过去就晕了。好，先 demo。好，先 demo。要换画面对不对？好像我这样子可以直接呼叫我的 bot。
然后它就会判断你可能是要做哪样子的，放入哪个清单，然后再跟他说我想要放在哪一个位置。然后这时候去到你的 task， 它就会在下周一这边新增一个 AI 版的会议，这样大概是这样。所以这边大脑是用的这边大老师就用 Gemini 3.5 3.5 Flashlight。那大家有没有问题啊？那因为今天只是那个做一个伪龙虾哈，那所以实际上的体验会跟真的龙虾不太一样。真的龙虾就是你会跟这个跟这个 agent 建立一个1对1的聊天室，所以你不需要再额外再去提及他的名字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今天的有些的功能呢，因为是可以开那个 Gmail， 但其实在那个这个在 Google 的那个就是 Gmail 的 Gemini 上面也可以做到是一样，就是帮你去新增这些行事历，或是说它这边还有一个叫做 Google Flow， 可以帮你去串一些就是自动化，包括说去整理一个，就是说你在根据你的目前的收到的信，这是右上角一个星星，好的，就是那个在你的那个就是有没有一个星星？就是现在 Google 他们有一个新的产品叫 Workspace Studio， 然后它可以让大家做一些相关产品的串接。那我是有去换过啦，就是比较 basic 的一点，但是有些同仁如果觉得有适合用的话，也可以直接拿来取用这样子。对。那大概因为这个是示范，大概原理大概是这样子吧。那只是说，那今天像说之前的龙虾，或是说现在的那个就是 Hermes Agent， 然后它厉害的地方就是说，那如果把它的就是大脑跟这个它可以那个连接的这些工具，然后可以那个连接的更好，把你的那个就是 UI UX 的体验做得更好。目前大概这样子，但是实际上的话，因为你需要那颗大脑，就是一直不停跟他对话，那所以那个大脑同时要帮你，可能要做很多的资料的处理，去找资料、整理资料，所以你到时候就会需要烧掉很多的那个 token 啊，那个 token 就等于是会变成就是等于是钱在烧这样子，所以呢，那个这边来讲的话，有些的替代情境的情况下，可以用那个用一些替代情境。那除非是说，那今天就是说你有一个有很特别的需求，或是说你今天真的是愿意把你的人生就是交给一个龙虾的话，你可以试看看，但是就是钱包可能要先准备好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因为就是可能就会大家想说这样子的那个龙虾，好像跟我们距离有点远，但其实它并不远，因为像说，这些所谓的龙虾，或是我们今天吃饭的尾龙虾，都是做一个叫做 AI 的 agent。那这个 agent 跟那个一般人我们在对话这个 LM 有什么不一样哦？但是大概就是差在说，那它除了大脑之外，就是刚才婷宇有讲过，就是它有多了很多的手可以去帮你做事情。那这些，而且他是会那个，就是你给他交代一件事情，他自己决定说要用哪些手或是哪些脚去做哪些事情，所以大概就是这个就是在讲 agent 的事情哈。那所以大家你听到龙虾跟你很远，但其实你现在也在用，包括说有些人在用做翻 coding 的时候，那这些大脑都会同时会去帮你去找适当的工具，在写 code 或是在整理文件的时候，那去找寻对应的 skill 或是 tools 去那个做后面要处理的事情这样。好，大家有没有什么还没有需要询问婷宇的地方？这是太困难了。好，那假如那个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今天谢谢大家收听。好，那就是假如大家有什么任何的那个希望我们在这个30分钟里面分享的地方，我们就尽可能就是在
那个青岛地方回馈给我们，或是在咖啡的地方也都可以给我们。那另外就是那个我们大概最近的话会发一个请办单，就是到时候会我们因为我们会请老师，就是外面的老师来，就是教一些大家一些 AI 工具的操作跟一些秘诀。那所以到时候会发请办单给大家。那但是就是会有现场的名额跟那个视讯的名额。那就是现场的名额，因为是会受限于老师实际要指导的那个人数。那跟我们目前的目标是以那个各单位的宗旨为主。那但是大家就是在课堂上的话，那个还是可以，假如要来收听的话，一样可以就是透过这个Google Meet 来就是进行这个收听。好，那就是谢谢大家。